我天生屁股大，和闺蜜去了一次游泳馆后，我意外怀上了。虽然我有男朋友，可我是个保守的女孩，从来没跟男友做到最后一步。那肚子里是谁的孩子？我本想直接打掉这个来路不明的胎儿，男友却担心我身体受损，愿意跟我结婚，共同养育这个孩子。直到生产那天，我躺在产房里无比虚弱，可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到，就被男友拿枕头死死捂住了口鼻。他整个人压在我身上，癫狂地说道：“臭婊子，真以为老子想当接盘侠呢？你跟这个小杂种都别想好过。”刚刚生产完，我根本没力气反抗，被男友活活闷死。再睁眼，我又回到了刚查出怀孕的时候，我躲在厕所里，浑身发抖，外面全是我闺蜜砸门催促的声音。想到上辈子被迫休学，最后被活活闷死的惨状，说实话，我到死都没搞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怀上的。我胃里就是一阵恶心。当时闺蜜等得不耐烦，直接推门闯了进来。我眼疾手快，一把将验孕棒死死攥在手里藏好，直接敷衍她说没怀。我太了解她了，这人根本就是个大喇叭。上辈子就是因为她转头就告诉我男友，闹得所有人都知道我未婚先孕，重活一回。我怎么可能再把底牌亮给她看？听我说没怀，她那张脸立马垮了，语气里全都是掩不住的失望，还故意拿我男友要求婚的事儿来试探我。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平时真没看出他有多喜欢小孩，这反应也太反常了。等他走后，我才敢冷静下来，盘算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我跟男友最多也就逛个街，这孩子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可我身边连个多余的异性都没有，难不成还能是我闺蜜让我怀上的？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件事。大概1个月前，我和闺蜜去过一趟游泳馆，那天水里有个猥琐男故意往我身上贴，当时闺蜜还替我狠狠骂了那人一通。后来我在更衣室等他，莫名其妙就睡死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的要命，我当初还真以为是游泳累的，现在想想后背瞬间起了一层白毛汗，难道就是那个时候我被人给神不知鬼不觉的侵犯了？我根本坐不住了，爬起来直奔医院。我倒要看看自己身体上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见不得人的痕迹。一查 B 超，我心都凉透了。时间跟去游泳馆那天严丝合缝，我连眼都没眨，直接让医生给我安排流产手术，顺带把传染病筛查也全报了。谁知道那畜生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脏病？当时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医生刚看了2眼，眉头就拧成了个死结。这怎么可能？处女膜完好无损，那你是怎么怀孕的？当时听完医生的话，我整个人都傻了，我还盘算着拿撕裂的证据去报警呢，结果连膜都没破，我到底是怎么怀上的？医生也只能勉强安慰我说，可能是对方尺寸太小，没造成撕裂，虽然罕见，但也不是没有。我失魂落魄地走出检查室，心里乱成了一锅粥。离去游泳馆都过去1个月了，现在死无对证，难道我就得不明不白挨这一刀，白受着打胎的罪吗？就在这时，我那所谓男友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听着他在电话里装出一副焦急关心的死动静，我鼻头一酸，脑子里闪过的却全是他上辈子死死捂住我口鼻的狰狞嘴脸。他明明恨不得我死，上辈子为什么非要忍到我把孩子生下来才动手？这孩子难不成真跟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没等我想明白，闺蜜的连环夺命 call 就追了过来，听着她在那头急得破口大骂，我那绷紧的神经彻底断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掉。上辈子我查出怀孕也是闺蜜劝我打掉的，偏偏我当时脑子进水，信了医生说我子宫内膜薄，打胎极难有孕的鬼话，更信了男友承诺娶我的大饼。现在想想，这世上哪有男人上赶着心甘情愿喜当爹的？眼下我能信的只有闺蜜了。我把怀孕在医院的事抖了个底调，不到5分钟，她就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还兴奋的非要立马把我男友叫来。我一把拽住她，苦笑着说孩子根本不是她的，我只想赶紧打掉。当时闺蜜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说不管我做什么决定都绝对支持我。结果第2天，闺蜜陪我在手术室外等叫号的时候，我那好男友居然阴魂不散的杀过来了。等一下言语，先别做手术，我愿意养你跟孩子。我捏着检查单的手瞬间死死攥紧了。打胎这事我明明只告诉了闺蜜一个人，她是怎么精准摸过来的？我猛地转头盯着闺蜜，她也装出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这时候男友一把死死扣住我的手，红着眼眶说他看了情侣定位，担心我才赶过来的。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了他那套令人作呕的深情表演。他满脸苦涩地说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但他不在乎，他只在乎我的身体受损，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大不了下个月就跟我结婚。说白了，他这番做作的发言直接把周围人的眼球全吸过来了。旁边的小护士看他的眼神都拉丝了，直夸这是个绝世好男人，连当接盘侠都心甘情愿。可我分明捕捉到了他在听到接盘侠这3个字时眉头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我心里冷笑连连，他这哪里是真心想娶我，根本就是要骗我生下这个孽种，好继续上辈子那种变态的折磨。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我毫不留情的一把甩开他的手，你也配嫌弃我？分手吧，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丢下这句话，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踩着他那副惊愕到扭曲的表情转身就走。当时我摸着平坦的小腹，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总不能是凭空冒出来的吧？难不成真像医生说的那个人尺寸太小，没弄破那层膜？为了搞清楚真相，我硬着头皮又回了一趟那家游泳馆。我偷偷塞钱给保安，死死盯着1个月前的监控录像看了大半天，可是更衣室门口人来人往，根本看不出谁有嫌疑。就在我泄气的时候，闺蜜端着奶茶凑过来，神神秘秘地问我是不是有人在泳池里干了那种事，让我意外怀上了。说白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泳池里的消毒水早就把那玩意儿杀死了。可她这话反倒提醒了我，我赶紧让保安调出泳池内场的监控。这一看，我整个人都麻了，屏幕里那个戴着口罩鬼鬼祟祟溜进厕所的男人化成灰我都认识，竟然是我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朋友徐明。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这孙子绝对有问题。我刚回到住处，还没等我找他算账，房门就被砸得震天响。闺蜜刚把门打开，就被人一把粗暴地推倒在地。我爸妈竟然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我刚站起身，迎面就挨了我爸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他指着我的鼻子
子破口大骂，骂我是个不知检点的破烂货，没结婚就上赶着给人挺大肚子。我捂着火辣辣的脸，一眼就瞥见了躲在我爸身后的徐明，他正满脸得意地看着我，嘴上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绿茶样，说什么是怕我打胎伤了身子，才迫不得已把我爸妈找来的。上辈子他就是用这套说辞把我哄得退学，跟他结了婚，连个彩礼都没有，我还傻逼呵呵的觉得欠了他的，挺着大肚子拼命工作补偿他。现在想想，我他妈简直就是个绝世大冤种。当时我爸红着眼逼我马上退学结婚，我妈也在旁边哭天抢地，说我不嫁给他以后还能嫁给谁？看着他们这副虚伪的嘴脸，我直接气笑了。谁跟你们说我怀的是徐明的重了？他根本就是个阳痿。这话一出，屋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我妈不哭了，我爸也傻眼了，徐明的脸更是瞬间绿成了王八，跳着脚骂我有病。眼看阴谋被戳穿，这孙子居然还能厚着脸皮硬演，大言不惭地说，就算孩子不是他的，他也愿意当这个接盘侠。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告诉他我已经跟他分手了，就算要嫁，我也只嫁给孩子他亲爹。徐明气急败坏的指着我，咬牙切齿的逼问我到底怀了谁的野种。我一时语塞，场面顿时僵住了。这时候闺蜜赶紧跑过来打圆场，她心疼的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安慰我，消消气。可就在她的手搭上我肩膀的那一瞬间，我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她的那只手，嗡的一声，在我脑袋炸下，我终于知道自己肚子里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了。那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虽然手指修长，但掌骨的宽度绝对超过了普通的女孩。最让我感到一阵头皮发麻，连呼吸都快要停滞的，是她食指上卡着的那枚银色男款戒指，那上面的暗纹和内部缩写化成灰我都认识，那是我在恋爱2周年纪念日亲自去专柜给徐明定制的对戒。我清楚的记得去游泳馆的那天上午，这枚戒指还牢牢的戴在徐明的手上，可现在它却像量身定做一样，严丝合缝的套在了我这个相识了10几年、娇滴滴的好闺蜜陈冉的手上。一个正常女人的手指怎么可能完美的卡进尺寸偏大的男款戒指里？脑海中那些被我刻意忽略的诡异细节，在这一刻像爆炸的碎片一样疯狂拼凑在一起。这10几年里，我从来没见过陈冉来月经，她永远穿着宽松的衣服，胸前平坦的没有任何起伏。每次去外地旅游，她就算是热死也绝对拒绝跟我去公共浴室，哪怕是在酒店换睡衣，都要死死反锁卫生间的门。还有游泳馆那天，我在更衣室昏迷的时候，门口根本没有任何陌生男人进去过的监控画面，因为当时唯一陪在我身边的人就是他。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被抽干了。一个极其荒谬却又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结论，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那个趁我昏迷在我身上留下痕迹的男人，根本不是什么水里的猥琐男，也不是阳痿的徐明，而是眼前这个红着眼眶、满脸心疼的拍着我肩膀的闺蜜。她根本就不是个纯粹的女人。我被这个可怕的真相冲击得浑身发抖，死死咬住舌尖，才没让自己当场尖叫出声。我不能戳穿，绝对不能。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有为了彩礼恨不得把我卖了的亲生父母，有虎视眈眈的阳痿初恋，还有一个处心积虑在我身边潜伏了10几年的变态闺蜜。如果我现在撕破脸，这群疯狗绝对会把我生吞活剥了。我硬生生的把所有的恐惧咽回肚子里，像个木偶一样僵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见我不说话，徐明彻底撕下了那层伪善的皮，他满脸嫌弃的冷笑，骂我是肚子里住过人的破鞋，除了他根本没人要，逼我赶紧收拾东西结婚，还大言不惭的说彩礼1分没有。看着他这副嘴脸，我冷冷的扫了一圈屋里的人，最后把目光死死盯在闺蜜脸上。那报警吧，我怀疑自己被迷奸了。这轻飘飘的3个字，就像是在这个逼仄的客厅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我死死盯着陈冉的脸，果然在他那张永远装满无辜的脸上，我捕捉到了那不到半秒钟的瞳孔地震。他的呼吸明显滞了一下，连下意识去端水杯的手指都微微发着抖。客厅里的光线在这个午后显得有些昏暗，老旧的吊扇在头顶嘎吱嘎吱的转着，搅动着沉闷而燥热的空气。我能感觉到陈冉在极力压制那种本能的惊惧，他那双总是蒙着水雾的眼睛里，此刻飞快地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狠厉。那种眼神绝不是一个关心闺蜜的女性该有的。我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大拇指毫不犹豫地按下了1合1。既然你们都不知道，那让警察去查游泳馆的监控死角，去验我肚子里的 DNA， 哪怕把天翻过来，我也要把那个趁我昏迷搞大我肚子的强奸犯揪出来，送他去吃一辈子牢饭。我的声音冰冷刺骨，在寂静的客厅里激起一阵令人心悸的回音。我的手指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度的愤怒和一种复仇的快意。手机屏幕的荧光映在我的瞳孔里，像是一把随时准备出鞘的利刃。徐明的脸在那一秒变得比死人还要惨白，他那双总是躲闪的眼睛此刻瞪得浑圆，嘴唇哆嗦着，竟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手指眼看就要按下最后一个零，第一个疯了的竟然是我那对亲爹亲妈。我妈尖叫一声，像一头被踩了尾巴的老母猪一样猛扑过来，死死攥住我的手腕，指甲甚至狠狠掐进了我的肉里，那股子蛮力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可她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她脸上的肌肉因为狰狞而扭曲在一起，额头上的皱纹里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报什么警？你疯了吗？周言语，你自己不知廉耻跟野男人上床，现在肚子大了还想闹到警察局去？你想让我们老周家的脸在街坊邻居面前丢尽是不是？她一边嚎叫着，一边拼命想夺走我的手机，那种嫌恶的眼神仿佛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是一个沾满了污秽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的耻辱。我妈的嗓门尖锐的几乎要刺破耳膜，她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带着倒钩的钢针，狠狠扎在我的心口上。我爸更是气得满脸通红，那张常年被烟草熏黄的脸此刻因为愤怒而变成了酱紫色，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直接解下了腰间的七匹狼皮带，啪的一声狠狠抽在茶几上，巨大的声响震得茶几上的玻璃杯一阵乱颤，茶水溅得到处都是。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今天要是敢拨出这个电话，老子就当没生
胜过你这个败坏门风的娼妇！你连自己跟谁睡了都不知道！报警！警察来了，只会把你当笑话看。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熊熊怒火，那种眼神恨不得当场把我这个家门不幸的根源彻底抹除。老周家的祖坟上就没出过你这么丢人的东西！你想让全村人都戳着我的脊梁骨过日子吗？你想让你老子我出门被人吐口水吗？看着眼前这对青筋暴起的父母，我只觉得心底最后一丝温度也彻底凉透了。这就是我的血亲，在他们眼里，女儿被人迷奸的清白和痛苦，根本比不上他们在外人面前那点可笑的面子。他们甚至没有想过，如果那真的是一个变态强奸犯，他们的女儿此刻正处于怎样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他们关心的只有那块名为清白的遮羞布。更何况，徐明刚才可是许诺了不要彩礼，愿意当接盘侠。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马上要砸手里的残次品。能有个瞎了眼的男人愿意全盘接手，简直是祖坟冒青烟。只要能把我这个祸害赶紧推出去，只要能保住他们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哪怕把我送进火坑，他们也会忙不迭的在后面推上一把。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我爸的皮带眼看就要抽到我脸上的时候，陈冉那虚伪的声音适时的响了起来。他一把将我护在身后，动作轻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装出一副焦急又心疼的模样。叔叔阿姨，别动粗，小雨现在怀着身孕，经不起下，万一动了胎气，心疼的还不是你们。他轻轻拍着我的手背，那双白皙的手此刻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入戏太深，还是因为刚才的报警电话差点吓破了他的胆。他转过头，语重心长地看着我，语气温柔的像是一潭足以溺死人的深水。小雨，听我一句劝，报警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万一真的查到了什么，你的名声就彻底臭了。到时候不仅徐明，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你以后还怎么活？听冉冉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管是徐明的还是谁的，他总归是一条命，大不了以后这孩子我帮你养。我以后要是结婚了，我就说这是我亲生的，总行了吧？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还能眼睁睁看着你跳火坑？他这话说的滴水不漏，甚至连帮我养孩子这种荒谬的承诺都搬了出来，简直是圣母转世，仁至义尽。如果我不是重活一世，如果我没见过他在产床边那副狰狞的嘴脸，我此刻恐怕真的会抱着他痛哭流涕。看着眼前这些打着为我好旗号的至亲好友，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发寒。他们围坐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圆圈。这个圆圈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为了将我死死地禁锢在其中，直到把我榨干最后一滴价值。我深吸了一口气，手机屏幕在我的操作下缓缓熄灭。看到这一幕，屋子里的3个人肉眼可见的松了一口气。徐明甚至夸张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整个人瘫软在沙发里。我扫视着他们，目光在那枚素圈男戒上停留了不到1秒，随即将所有的恨意都藏进了眼底最深处。我直接抛出了诱饵，不就是结婚吗？行啊，但孩子我绝对不留，咱们丁克。我这句话说的平稳而笃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徐明脸上的笑瞬间僵住了，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直接扭曲成了一种极度的惊恐，仿佛我刚才不是说要丁克，而是说要亲手杀了他。下一秒，他直接急得跳了脚，连平日里装出来的温文尔雅都顾不上了，声音因为尖锐而变得有些劈叉。丁克，不行，言语，你这是在谋杀！你知不知道医生说你这种体质，如果打了这一胎，以后可能就再也怀不上了。他几乎是吼出来的，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哪里像是一个体贴入微的男朋友，倒像是一个即将失去最珍贵筹码的赌徒。我似笑非笑的看着徐明那张仿佛吞了苍蝇般扭曲的脸，一步一步的朝他逼近。客厅里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将他眼底深处那种阴索和贪婪照得一清二楚。徐明，你既然口口声声说爱我，不在乎我怀了别人的野种，那我们就把这个野种打掉，干干净净的结婚。我不忍心让你当接盘侠，更不忍心让你替一个强奸犯养孩子。我们丁克，我努力调养身体，以后肯定能怀上你的亲骨肉，不好吗？我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刀刀都精准的捅在他们的死穴上。我太了解了，如果徐明真的只是贪图我这个人，他听到我愿意打掉别人的孩子跟他结婚，绝对会高兴的跳起来。可他没有，他的额头上瞬间爆出了冷汗，眼神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闪躲。不仅是他，站在一旁的陈冉此刻也紧张的死死攥紧了拳头，骨节都泛白了。在那极其短暂的半秒钟里，我清楚地捕捉到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徐明用一种近乎求救的余光瞥向陈冉，而陈冉那个平时连踩死一只蚂蚁都要惊呼半天的好闺蜜，此刻眼底却闪过一丝极其阴狠的凶光。她微不可察地冲徐明点了点头，那根本不是什么心有灵犀的眼神交流，那分明是主子在给快要暴露的狗下达最后的指令。得到指令的徐明像突然被按下了某个开关，猛地推开我。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我心怎么这么狠，满嘴跑火车说只要是我生的他都爱，死活不让我打胎。我太了解这俩人了，一个是我谈了多年的初恋，一个是我10几年交情的闺蜜，他们绝对有事瞒着我。我没有废话，直接逼问徐明去游泳馆那天到底在干什么。眼看实在瞒不住了，这俩人竟然当着我爸妈的面给我演了一出绝世好双簧。对不起言语，其实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徐明的。闺蜜红着眼眶爆出这个所谓的猛料，顺着她的剧本，徐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开始疯狂扇自己巴掌。他们非说那天我被水里的猥琐男下了药，在更衣室昏睡过去后，徐明去找我，结果一时没管住下半身，跟我发生了关系。为了撇清责任，徐明甚至倒打一耙，哭着说是我当时死死抱着他不撒手，他才起了反应。我爸象征性的踹了他一脚，转头就迫不及待的催我们赶紧把婚事办了。徐明更是死死抱住我的大腿，痛哭流涕，发誓等孩子生下来就去做亲子鉴定。看着这群卖力表演的跳梁小丑，我久久没说话，最后扯出一个微笑，假装相信了他们的鬼话。说白了，我心里明镜似的，上辈子徐明结结实实在
产房把我活活闷死。他要真是孩子的亲爹，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他们现在这么费尽心机的演这出戏，无非就是想稳住我，让我老老实实把这个孽种生下来。其实通过之前的一系列破绽，我心里已经隐隐猜到了那个亲爹到底是谁。虽然那个答案极其荒谬，荒谬到令人作呕，但我知道8、9不离10了。直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彻底印证了我的猜想。那天晚上，徐明为了急于证明自己不是阳痿，竟然直接在我房间里扒了裤子，非要跟我硬上。看着他那副猴急的恶心样，我心里简直冷到了极点。他们根本就是在联合起来把我当猴耍，这肚子里揣的绝对不可能是他的种。眼看他迫不及待的要把我往床上推，我抬手就是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狠狠甩在了他脸上。我冷着脸警告他，不知道怀孕前3个月最容易流产吗？徐明捂着脸，敢怒不敢言，只能委屈巴巴的提上裤子，说自己去洗手间解决。我当时悄悄贴在门后，听见这孙子出门时恶狠狠地骂我，说我早被别人睡过了，还装什么贞洁烈女。我靠在墙上，死死咬着牙。没过几分钟，我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动静。徐明根本没去什么洗手间，而是熟门熟路地钻进了隔壁我闺蜜的房间。我立马掏出手机，点开了早就偷偷安好的监控，屏幕上的画面直接让我气得浑身发抖。说实话，点开监控画面的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了看到一出恶俗偷情戏码的准备。可当我看清屏幕里发生的一切时，我浑身的血液几乎在瞬间冻结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战栗感顺着脊椎骨直冲头顶。画面里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男女苟合的干柴烈火。陈冉那间充满少女粉色调的卧室里，此刻透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诡异。陈冉穿着一件极其宽大的黑色真丝睡袍，大喇喇的靠在床头，那姿态哪里还有半点平时那副柔弱无骨的闺蜜模样。她手里竟然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青白色的烟雾缭绕在她那张冰冷甚至透着几分戾气的脸上。而刚刚还在我房间里试图用强嘴里骂骂咧咧的徐明，此刻一进陈冉的房间，就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的丧家犬。他那副在外面不可一世，在我爸妈面前装的深情款款的皮囊，在推开那道门的瞬间彻底碎了一地。我透过屏幕看到他整个人佝偻着背，脚步极轻，生怕惊扰了屋子里那个掌握着他命脉的女人。扑通一声，他竟然毫无尊严地跪在了陈冉的床沿边，膝盖撞击地板的声音隔着监控传过来，沉闷的让人心惊。冉姐，那死丫头简直是个软硬不吃的石头，我都脱裤子了，她一巴掌把我扇出来了，还拿流产来威胁我。徐明一边说着，一边像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讨好的伸出手去给陈冉捶腿。他的动作娴熟的让人作呕，语气里再也没有了面对我时的那种霸道，满是卑微到骨子里的贪婪。冉姐，这活真没法干了，我这天天装孙子，不仅得哄着那个疑神疑鬼的婆娘，还得被他家那2个见钱眼开的老东西洗洗。你之前答应的尾款30万，能不能先结一半？我这儿急着还赌债呢。看着监控里徐明这副奴颜婢膝的丑态，我死死咬住自己的手背，指甲深深陷入肉里，才没让自己在这个死寂的深夜里尖叫出声。这就是我那个高中时意气风发的篮球队长初恋，这就是那个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口口声声说爱我，愿意顶着流言蜚语当接盘侠的男人。原来他每一次深情的注视，每一次虚伪的承诺，都是明码标价的买卖。原来从头到尾，他就是陈冉花钱雇来的一条狗。我感觉自己的三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那些曾经以为美好的初恋回忆，现在想起来全都是爬满了蛆虫的腐肉。听到徐明要钱，屏幕里的陈冉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那笑声在红外监控的静谧背景下显得格外阴冷。他原本闲适的靠在床头，此刻突然抬起脚，那只穿着白色丝袜的脚尖带着几分凌辱的意味，直接踩在了徐明的脸上。他脚尖用力的碾压了一下徐明的侧脸，将他的五官都挤压得变了形。可徐明不仅没有半点生气的样子，反而像得到了什么莫大的赏赐一样，谄媚的陪着笑脸，任由那只脚在他脸上留下褶皱。要钱？你这废物连个戏都演不好，差点让他去报了警，还有脸管我要钱？陈冉的声音像淬了冰的毒蛇，冷得让人骨缝发抖。他慢条斯理的从床头柜摸出一根女士吸烟点上，青白色的烟雾模糊了他那张扭曲的脸。要不是你这个废物真是个阳痿，连硬都硬不起来，那天在游泳馆连个掩护都打不好，我至于亲自用那种手段把东西送进去吗？这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天灵盖上。阳痿，难怪恋爱3年，徐明始终保持着所谓的绅士风度，从不肯鱼雷池一步。原来不是他心疼我尊重我，而是他根本就做不到。而陈冉口中那句亲自把东西送进去，更是让我浑身的血液都瞬间凝固。我甚至能想象到，在那个充满了氯气味道的昏暗的更衣室里，陈冉是带着怎样变态而兴奋的心情，亲手毁掉了我的一生。他猛地吸了一口烟，火星在黑暗中明灭。突然，他一把揪住徐明的头发，将他狠狠拽到自己面前。那根还燃着的滚烫的烟头，距离徐明的眼睛只有不到1厘米。徐明吓得浑身抖成了筛子，脸色白得像纸，连声求饶：“冉姐，我错了，冉姐饶命，我一定把他钉死，绝对不让他去医院，绝对不让他去打胎。只要他生下那个种，我立马带他消失，绝对不给您添麻烦。”陈冉嫌恶地松开手，像是扔掉一袋散发着臭气的垃圾一样，一脚把徐明踹开。他转过头，原本阴森的目光突然移向了卧室脚柜上的那个泰迪熊，也就是我藏匿微型摄像头的地方。那一瞬间，我隔着冷冰冰的屏幕，感觉他的视线似乎穿透了时空，正在死死地盯着镜头后的我。我的呼吸瞬间屏住，心脏在那一秒跳到了嗓子眼，仿佛下一秒他就会穿过屏幕掐住我的脖子。他肚子里的种可是我花了天大
大的代价才弄进去的。陈冉病态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眼神扭曲到了极点，那种狂热的贪婪让他看起来像个披着人皮的恶鬼。他周言宇这辈子只能做我的生育工具，那是个金疙瘩，是我能拿回陈家遗产的唯一通行证。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拿到了我该拿的东西，徐明，我就把他彻底交给你，到时候是死是活随便你玩，反正他在那位大老爷眼里也不过是个用完就扔的容器罢了。徐明听到这里，眼里露出了那种猥琐又阴毒的光芒，他竟然又凑了上去，狗腿的讨好着陈冉。闺蜜还娇嗔着捶她的肩膀，问她怕不怕被我发现。怕什么？他就是个生育工具，等生了孩子，老子立马甩了他。到时候你要是玩腻了，老子把他卖到深山里去，还能赚最后一笔。嘿嘿。听着监控里徐明那肆无忌惮的密谋，还有闺蜜冷笑着附和，绝对不能让我猜到那个人是谁的鬼话。我感觉胃里翻江倒海，一种强烈的生理性恶心让我几乎无法站立。这就是我的世界。我以为的避风港其实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深渊，我以为的至亲好友其实是拿我的血肉做阶梯的屠夫。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亲眼看着自己10几年的好闺蜜和初恋男友搞在一起，那种背叛感还是让我恶心的想吐。原来这俩人从头到尾就在我面前演双簧。要不是今天白天我无意中瞥见闺蜜手上戴着的那枚戒指，我可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那是一抹极其刺眼的银白色，在午后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那枚戒指分明是我为了纪念恋爱3周年特意花了大半个月薪水给徐明定制的男款。戒圈宽大而厚重，内侧那个用激光微雕上去的 XYXR 是我亲手选的字体，每一道笔画的弧度我都烂熟于心。最可怕的是去游泳馆那天，这枚戒指还稳稳地戴在徐明的手上。我当时看着他把手搭在游泳池的扶栏上，那枚戒指折射出的光还曾晃过我的眼，可现在它却出现在了陈冉那只骨节分明的手上。陈冉的手指比一般女孩要长，皮肤甚至透着一种不正常的粗糙，那枚本该松松垮垮的男戒竟然被他撑得严丝合缝，也就是这枚尺寸完全不符合正常女性手指的男戒，让我突然串联起了所有被我忽略的诡异细节。我想到了他那宽的有些离谱的肩膀，想到了他从未在我面前穿过短裙，想到了他说话时偶尔会压低的低沉嗓音。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猜想在我脑子里彻底成型。这个猜想如同一个狰狞的怪物，在黑暗中一点点撕裂我原本的世界观。为了验证这个疯狂的猜测，第二天我主动提出要带闺蜜去泡温泉。说白了，我俩这些年全国各地的游山玩水哪儿都去过，却唯独没去过洗浴中心。每一次我提议去汗蒸或者泡汤，她都会露出一种极其厌恶且抵触的表情，总是拿洁癖当借口，说受不了公用池子的味道，从来不跟我一起洗澡。甚至在大学寝室，她也是唯一一个要在洗澡位挂上厚厚帘子的人。10几年的闺蜜，我竟然连她的身体都没见过一次。这种认知在此刻回想起来，透着一股子令人发指的诡异。一听要去泡温泉，她第一反应就是拿我怀孕当挡箭牌，眼神中透着一股子藏不住的慌乱，死活不肯去。小雨，你现在情况特殊，万一滑倒了怎么办？而且那里的水万一有细菌，对孩子不好。她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那是一个防备心极强的姿态。我冷冷地看着她表演，心里那股子恶心感几乎要翻涌上来，直到我冷笑着搬出不泡温泉就去打胎的话来威胁她，这才彻底慌了神。她那张一向镇定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权衡利弊后，她勉强答应陪我去，但那副表情活像是一个要上刑场的死囚。到了温泉馆，这里的空气湿润而闷热，到处弥漫着一股子淡淡的硫磺味。她果然不出我所料，进了私密包间后，依然死死裹着那件宽大的长袖浴衣，坐在岸边，半寸皮肤都不肯露出来。小雨，我在这儿看着你就行，我这2天胃不舒服，受不了热气，怕晕倒在池子里。她死死攥着浴袍的领口，非说嫌水脏，死活不肯下水。我一个人泡在温热的池子里，雾气氤氲中，我死死地盯着她，像是盯着一个即将剥开外壳的诡异标本。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起了她的原生家庭。陈冉，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爸妈到底长什么样？我好像一张照片都没见过。她眼神躲闪，甚至不敢与我对视，随口扯了个他爸是常年在外做生意的商人，他妈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的谎话，那语气的生硬程度，连路边的乞丐恐怕都骗不过。我直接冷笑着戳破了他。我从水中慢慢站起身，带起一阵哗啦啦的水声。你还在撒谎？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他，她根本就是个私生女吧，或者说是个见不得光必须藏起来的私生子。这话一出，闺蜜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瞬间石化在了原地。包间里的水雾似乎在这一刻凝固了，连呼吸声都变得异常沉重。她瞪大眼睛，眼神里充斥着极度的惊恐和不可思议，连声音都在发抖，却还在死鸭子嘴硬。小雨，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是不是怀孕压力太大了？我怎么可能是个男的？你疯了吗？她试图挤出一个笑容，可那笑容比哭还要难看100倍。我从温泉池里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目光如刀，一寸寸刮过她的身体。那你证明一下，把衣服都脱光吧，反正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早就可以坦诚相见了。我步步紧逼，水珠顺着我的身体滴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下意识的死死捂住胸口的浴衣，连连后退，最后脊背死死抵在了冰冷的石壁上。你疯了，你真的疯了！她颤抖着声音问我，都发现了什么？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把这几天盘出来的逻辑全甩在了她脸上。更衣室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别的男人进去过，你那能完美套进男士戒指的手指粗细，还有哪怕夏天穿的再单薄，你也从来不露胸，因为那里平坦的过分。最关键的是陈冉，咱们同居3年，我从未见你买过哪怕一张卫生巾，更从未见你来过一次月经。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她那层名为
堆秘密的甲壳上。在我死死的逼视下，他终于绷不住了，他发出一声近乎绝望的低吼，终于颤抖着脱下了那层用来伪装的浴衣。当那件厚重的浴衣滑落到地板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三观彻底碎了一地。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他不仅是个双性人，还因为那方面的男性特征过于短小猥琐，再加上他那双能熟练运用各种器械的手，这才做到了在没有弄破我那层膜的情况下让我离奇怀孕。那种视觉冲击力远比文字描述要恶心10000倍。那一刻，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一种强烈的生理性作呕让我差点栽倒在池子里。他看着我惊恐的表情，突然崩溃了一般，痛苦地跪坐在地上。他死死抱住我的腿，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哭着向我坦白，他其实一直暗恋我。他说他从小就生活在阴影里，没有人把他当成正常人看，只有我是真心对他好。他声泪俱下的发誓说他太想跟我有个孩子了，只要我生下来，他就带我去国外领证，用他这些年攒下的钱好好抚养孩子长大。小雨，只有这个孩子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我这辈子不能生育，我只有让你替我生，咱们才能有个完整的家啊！听着他这番所谓的深情表白，我的世界观几乎都要崩塌了。那种扭曲的带着血腥和算计的爱让我浑身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他当时那个声泪俱下的惨样，再加上这10几年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承认我确实有一瞬间的恍惚。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生病时他彻夜不眠的陪伴，想起了我受委屈时他替我出头的很近。说实话，除了让我莫名其妙怀孕这件事，陈冉对我真的没话说。如果他是个完完整整的男人，我可能早就爱上他了，可偏偏他是个疯子，是个把我当成容器的恶魔。从温泉馆回来后，陈冉干脆彻底撕破了脸，那种病态的占有欲再也藏不住了。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冷着脸把徐明的行李全打包扔到了走廊外，那些昂贵的球鞋、名牌衣服像垃圾一样散落一地。当时徐明刚好下班回来，看着满地的狼藉，他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冉的鼻子骂，他甚至想动手，却被陈冉那种阴森森的眼神吓得缩回了手。他站在门口撕心裂肺地咆哮着，揭开了最后一层腐烂的真相。当时徐明气急败坏地指着他的鼻子骂，质问他如果真的对我好，怎么还会跟他这个阳痿男滚到同一张床上。陈冉脸都气红了，抄起行李箱就狠狠砸了过去，警告他再不滚就弄死他。那只沉重的皮质行李箱狠狠撞在徐明的膝盖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徐明疼得一张脸瞬间扭曲，毫无形象地抱着腿在走廊里乱跳，嘴里还不住地喷着脏话。你这疯子，你以为你护得住他？陈冉，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这辈子也就配找我这种烂人打配合，离了老子，你那点恶心事迟早得见光。陈冉根本不为所动，他站在门口，那副修长且透着诡异气息的身体在感应灯下投出一段细长的影子，像是一只蛰伏在暗处的黑寡妇。他随手抄起门后的防身电棍，蓝色的电火花在空气中噼啪作响。滚！徐明虽然还想放狠话，但一触碰到陈冉那种要杀人的眼神，立马就怂了，灰溜溜的拉着箱子滚了蛋。走廊里传来他一瘸一拐跑下楼的脚步声，最后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赶走徐明后，陈冉对我越发温柔体贴，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把所有的暴力都藏进了那层名为深情的皮囊之下。他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起，为我准备营养早餐，甚至精确到每一克蛋白质的摄入。他会蹲在地上，动作轻柔的为我按摩有些水肿的双腿，那双骨节分明的手此刻却温顺的不像话。看着他每天忙前忙后照顾我的样子，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就这么跟他搭伙过一辈子，好像也挺好的。至少他比那个只会算计我的徐明要强，至少这10几年里，他确实是我唯一的依靠。可随着肚子一天天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我心里那种毛骨悚然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烈。这种不安并非空穴来风，每当半夜我惊醒时，总能发现陈冉并没有入睡，而是坐在床边，就那样着魔一般盯着我的肚子看。他的眼神里没有母性的慈爱，反而透着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和贪婪，仿佛那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颗即将成熟，能让他逆天改命的仙丹。小雨，快了，等他出生，我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他曾在我耳边这样呢喃，那声音冷冰冰的，像是一条毒蛇爬过了我的耳廓。直觉告诉我，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陈冉的，他为什么要雇徐明来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提到钱和家产？那种被当作容器、被当作棋子的感觉让我如芒在背。于是，在那次去私立医院产检的时候，我偷偷买通了一个落魄的小护士，瞒着陈冉，用我偷偷收集到的他的毛发做了一份加急的亲子鉴定。直到那天，我偷偷瞒着所有人去做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终于寄到了我手里。快递员敲门的时候，陈冉刚好出去买菜，我颤抖着手接过那个黄色的纸袋，指甲在硬质的纸壳上划出刺耳的声音。我回到卧室，反锁了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满不在乎地撕开档案袋，心想大不了就是验证了他的谎言。可就在目光扫到最终鉴定结果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抖得连那张薄薄的纸都拿不住了。鉴定结论不支持陈冉为样本 A 的生物学父亲，这怎么可能？我死死盯着报告上的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屁股瘫坐在了地板上。报告单上的0%像是一个张着大嘴的嘲讽。我以为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扒开了真相。我以为我怀的是这个双性闺蜜的种，可现实却狠狠扇了我一巴掌，告诉我这特么全是一场更深的骗局。陈冉费尽心思，甚至不惜自揭短处，承认她是双性人，竟然也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真相。如果孩子不是她的，那到底是谁的？那天在更衣室，到底是谁潜入了那片黑暗，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这颗罪恶的种子种进了我的身
身体里，恐惧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感觉肚子里那个活物正在疯狂地吸收我的养分，那不是我的孩子，那是寄生在我体内的魔鬼。就在我脑子嗡嗡作响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陈冉温柔的声音，说他忘了带钥匙。小雨，在家吗？帮我开下门，今天买了你最爱吃的排骨。他的声音轻快而自然，可听在我耳朵里却像是索命的梵音。我慌乱地把那份致命的鉴定报告一脚踢进沙发底，强撑着站起来去开了门。门刚打开，陈冉还没迈进来，我妈就像个疯婆子一样突然从旁边冲了出来。她显然是跟徐明接上了头，知道了陈冉身体的秘密。此时的她满脸涨红，手里还攥着一只臭烘袋。她二话不说冲上去，照着陈冉的脸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巴掌用力极猛，陈冉的脸歪向一侧，嘴角立刻渗出了血迹。我妈一边山海一边扯着嗓子破口大骂，骂她不要脸，骂她是个变态，毁了我的家庭。你个杀千刀的怪物，你瞒得我们好苦啊！我女儿这辈子都被你给毁了，你竟然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你这种东西就不该活在世上！陈冉被打得连连后退，她竟然没有立刻反击，只是用手紧紧护着怀里的食材，眼神里闪过一抹卑微的乞求，还试图解释她对我是真心的。阿姨，我是真的爱小雨，我会给她最好的生活。真心个屁！你个不男不女的怪物，将来这野种生下来你负责养啊！我妈压根不听，一口浓痰狠狠吐在了陈冉脸上。她在那儿骂得吐沫星子横飞，每一句话都难听到极致，甚至开始招呼楼道里的邻居来看热闹。结果下一秒，陈冉的眼神变了，那是那种彻底失去了耐性，充满了铜臭气息的冰冷。她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那是她一直随身携带的，甩在了我妈面前。这张卡里有200万。陈冉的声音平淡的没有一丝起伏，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要小雨把孩子平安生下来，这200万就是你的，后续我还会再给你们买一套房。看着那张卡，我妈刚才还嚣张的气焰瞬间萎了。200万这个数字对于一辈子没见过大钱的她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骂，但手却已经不受控制的把卡攥紧了，生怕那张卡会飞走。那副贪婪的嘴脸在这一刻显露无遗。可谁都没想到，徐明那个狗皮膏药居然一直躲在楼梯拐角没走。这孙子显然是想等我妈闹完了再出来分一杯羹。一听到有200万，这孙子眼睛都冒绿光了，他疯狗一样扑上来就要抢，嘴里还叫嚣着他也有苦劳。我也演了这么久的戏，这钱凭什么全给这老太婆？陈冉，你答应过我的尾款啊！我妈怎么可能松口这块肥肉？她死死护着怀里的银行卡，像是一头保护猎物的野狗，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滚开！这是我女儿拿命换来的钱，老子也付出了名声，给我拿来！狭窄的门口乱成了一锅粥，咒骂声、撕扯声响彻整个楼层。陈冉站在一旁，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像是看戏一样看着这两个为了钱丧失人性的人。混乱中，徐明猛地用力一推，他原本是想抢夺我妈手中的卡，却没想到我妈穿的是那种防滑性能极差的布鞋。我妈惨叫一声，身体失去平衡，向后仰去，后脑勺直接磕在了茶几间上，鲜血瞬间流了一地。徐明吓得脸都白了，扭头就要跑，被陈冉一脚踹翻在地，死死按住。地上的鲜血像是有生命一样，顺着瓷砖的缝隙蜿蜒爬行，很快就染红了我妈那件洗得发白的衣角。她整个人抽搐了2下，那双原本写满了贪婪的眼睛，此刻瞳孔开始涣散，却依旧死死地攥着那张200万的银行卡，指节清白，得吓人。这一幕荒诞的让我想笑，又让我感到一阵阵彻骨的悲凉。徐明像头被按住脖子的猪，疯狂地挣扎着，嘴里还不知死活地嚷嚷着：放开我！是这老娘们自己没站稳。陈冉，你松手，老子要是进去了，你的那些烂事一个也别想藏住。陈冉此时的眼神冷得像结了冰，他半蹲在地上，膝盖死死顶住徐明的后腰，手上的力道大得几乎要拧断他的胳膊。闭嘴！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气。警察很快就到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红蓝交替的灯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把这个凌乱的家映照得像个光怪陆离的坟场。我看着徐明被戴上手铐拖走，看着我妈被抬上担架，那一刻我仿佛抽离了自己的身体，站在半空中冷冷地俯瞰着这一切。等警察把徐明铐走，救护车把我妈拉走后，满地狼藉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陈冉，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还有陈冉身上那股淡淡的总是挥之不去的冷香。这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恶臭。我看着他那张明明很熟悉，此刻却透着诡异的脸，胃里一阵阵地翻江倒海。那张脸我看了10几年，我曾经以为他是这世界上唯一能懂我救我的人，可现在我才发现他才是那个亲手把我推向深渊的鬼。陈冉站起身，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弄乱的衣襟，然后走到我面前，想要伸手摸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偏过头，躲开了他的触碰。他的手僵在半空中，眼里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受伤，但很快就被那种扭曲的温柔所取代。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给了他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冉冉，你跟我说实话，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吗？我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话，每个字都像是磨砂纸划过咽喉。陈冉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瞬，那种僵硬极其短暂，如果不是我死死盯着他，根本无法察觉。他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翻涌的情绪。客厅里安静的只能听到老舅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但很快他就换上了那副让我作呕的温柔笑脸，紧紧抱住我的肩膀。那双原本应该让我感到温暖的手，此刻却像2条湿冷的毒蛇缠绕在我的脊梁骨上。当然了，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你别胡思乱想了，安心养胎，一切有我。他贴在我的耳边，轻声细语，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脖颈上，却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小雨，我们才是一家人，等孩子出生了，我们带他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不好？听到这句话，
我的一颗心彻底死透了。好，真好，都到这个地步了，他居然还能眼都不眨的骗我。明明那份亲子鉴定报告就躺在沙发底下，明明数据清楚的告诉我他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可他却能如此坦然的把谎言演成真理。那我就只能亲自去找孩子爹了。接下来的日子，我表现得异常乖巧，我按时吃叶酸，按时产检，甚至会在陈冉给我盛汤的时候，对着他露出一个毫无破绽的微笑。他在等我的孩子出生，而我在等一个能够反击的机会。徐明因为把我妈推下楼梯，造成了严重的后脑挫伤。虽然我妈最后捡回了一条命，但她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3个月。这3个月里，陈冉对我几乎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每天研读各种育儿书籍，甚至开始给孩子准备衣服和婴儿床。如果不看那些被他刻意隐瞒的真相，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可我每晚躺在床上，都能感觉到肚子里那个逐渐长大的活物，那不是生命的希望，那是一颗定时炸弹。3个月后，徐明出狱了。他刚一出狱，我就直接堵上门找他了。我通过之前留下的线索，找到了他在城中村租的一个破烂单间，那地方阴暗潮湿，楼道里堆满了发臭的垃圾。这孙子在局子里蹲了3个月，剃了个大光头，血也被退了，还背上了案底，整个人看起来畏畏缩缩的。原本还算清秀的脸，现在变得蜡黄且充满了戾气。一见到我，挺着个大肚子出现在门口，他先是吓得直往后退，一脚踢翻了地上的脸盆，水洒了一地。随后他看清只有我一个人，又不知死活地质问我：周言语，你还没被坑够，还敢一个人来找我？他虚张声势地吼着，眼神却不自觉地往我背后瞄，显然是怕陈冉也跟着。我没理会他的狗叫，直接单刀直入。我反手关上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把外面嘈杂的声音隔绝开来。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我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我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冷得像是一把手术刀。徐明盯着我高高隆起的肚子，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突然像个疯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整个人颓然地靠在破烂的桌子上。他满脸嘲弄地讽刺我说，以为陈冉有多爱我呢，闹了半天连这个最要命的秘密都没告诉我。哈哈哈，周言语，你真是可怜，你把她当闺蜜，她把你当什么？当成一个生崽的机器，一个能帮他换取几千亿家产的容器。他一边笑，一边用那种充满了恶意的目光在我肚子上扫视。你真以为那是他的种？他那玩意儿连个装饰品都不如，他能生出孩子来？别搞笑了！我握着咖啡杯的手死死收紧。不，现在我是站在他的出租屋里，我死死攥着背后的门把手，指甲几乎要扣进木头缝里。我强压着怒火，警告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现在不说出真相，他绝对会后悔。陈冉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但如果你再继续隐瞒，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看着他眼里的恨意几乎要实质化，可这孙子不仅死性不改，甚至还狮子大开口。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像是想到了什么绝妙的发财计划。他往前凑了凑，身上那股子多日没洗澡的酸臭味扑面而来。他贱兮兮的跟我要100万封口费，还阴阳怪气的说陈冉那么有钱，肯定给了我不少，嘲笑我连快当妈了都不知道孩子亲爹是谁。100万，只要你拿得出100万，我就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周言语，你可得想清楚了，那个人的身份可比陈冉还要吓人100倍。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恐怕都睡不着觉。他一边说，一边贪婪地盯着我手腕上的表。怎么，陈冉还没把陈家那老头子的事告诉你？他还没告诉你，你肚子里揣着的其实是他的亲兄弟。陈冉的亲爹，那个快要病死却急需一个孙子来继承1000亿家产的老王八蛋。这种荒诞到足以毁灭我认知的真相，让我全身的血液都在逆流。我强忍着心头的恶心，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我假装妥协，把他约到了市区的一家咖啡馆。我是故意把徐明约在陈冉公司楼下的咖啡馆的，这里是陈冉的必经之路，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他辛辛苦苦编织的谎言是怎么被这个他亲手雇来的狗一点点撕碎的。咖啡馆里流淌着悠扬的蓝调音乐，和徐明那副市侩猥琐的模样格格不入。就在他大放厥词的时候，我用余光瞥见了玻璃窗外那个熟悉的身影。陈冉那辆标志性的黑色轿车停在了路边，他踩着高跟鞋，那副冷傲矜持的精英模样，在见到窗内的一幕时瞬间崩塌。果不其然，下一秒，陈冉就像头被激怒的母狮子一样冲了进来，一把掀翻了桌子，桌上的咖啡杯碎了一地，深褐色的液体溅在了徐明那身廉价的 T 恤上。他红着眼睛指着徐明的鼻子破口大骂，问他在牢里是不是还没蹲够。徐明，谁给你的胆子来找他？他的声音尖锐而疯狂，全然没有了往日的优雅。徐明吓得一哆嗦，整个人缩到了椅子后面。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更是纷纷侧目，有人甚至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这孙子一边往后躲，一边还死鸭子嘴硬。他看准了陈冉不敢在公众场合对他动手，索性豁了出去，咬死要100万精神损失费才肯闭嘴。陈冉，你急什么？怕我把你那老爹的丑事抖落出来？你要是不给钱，老子现在就对着这些摄像头，把你那不男不女的烂底细全说出来。这孙子一边往后躲，一边还死鸭子嘴硬，咬死要100万精神损失费才肯闭嘴。看着陈冉眼里渐渐浮起的阴狠，我心里一阵发寒。他竟然咬着牙答应了徐明的勒索，警告他只要敢透露半个字，绝对让他生不如死。徐明拿了钱，像条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溜了。陈冉转过身，又换上了那副让我恶心透顶的虚伪笑脸，伸手想拉我，安慰我别听徐明胡说八道，非说这肚子里就是我们俩的孩子。我狠狠甩开他的手，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问他是不是打算把这个谎撒到棺材里去。陈冉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他勉强扯了
扯嘴角，说带我回家，只要我想知道，他什么都告诉我。可结果呢？刚把我送回那个所谓的家，他连屁都没放一个，又火急火燎的出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拎着大包小包的新鲜蔬菜回来，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看着他在厨房里忙活的背影，我不再有任何犹豫，我直接把那份早就压在沙发底下的亲子鉴定报告狠狠拍在了饭桌上。冉冉，这孩子根本不是你的！陈冉拿筷子的手猛地顿住了，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我死死盯着他那双因为极度恐慌而震颤的眼睛，但可笑的是，这孩子偏偏跟你有血缘关系，他是你的亲兄弟姐妹。陈冉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上，他颓然地垂下头，死咬着嘴唇，默认了这个荒谬绝伦的事实。我终于亲手撕开了这块蒙在真相上的遮羞布，可心里的疑惑却像野草一样疯长。我不明白，我连你亲爹的面都没见过，我到底是怎么怀上他的野种的？事已至此，陈冉终于彻底撕开了那层温情脉脉的假面，他死死握着我的手，把那个烂透了的豪门秘辛全导了出来。说白了，他妈当年就是个想母凭子贵上位的小三，为了生儿子争家产，怀着他的时候不要命的吃雄性激素，结果生下他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从小就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而他那个快咽气的亲爹，也就是个极度重男轻女的老王八蛋，他手里攥着千亿家产，膝下只有5、6个女儿，于是放话出来，谁能给他生个长孙，谁就能继承全部遗产。陈冉这个连完整男人都算不上的私生女，为了这笔横财彻底疯了，她竟然把算盘打到了我这个最信任她的闺蜜头上。听着她满眼狂热地描绘着继承遗产后带我出国吃香喝辣的宏伟蓝图，我只觉得胃里一阵阵痉挛，我强忍着恶心，死死盯着她。那天在游泳池，我到底是怎么怀上这老王八蛋的种的？陈冉的眼神终于慌了一瞬，她不敢看我，压低声音承认是她在我的水里下了安眠药。等我在更衣室昏死过去后，是她亲手用注射器把她亲爹的精液推进了我的身体里。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她慌乱地拍着我的背，还在死不要脸的给我画大饼，求我别为了恨连钱都不要了。我一把狠狠拍开他那双脏手，我要打掉这个孽种。冉冉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恶毒，他死死掐住我的手腕，怒吼着绝不允许。他不仅拿足月引产，没有医院敢接来威胁我，还试图用钱来软化我。我看着他那副疯魔的样子，平静的点了点头，说我确实想要钱，但我绝不会沦为你们这群变态争夺家产的生育机器。下一秒，我直接把一张皱巴巴的手术清单拍在了他脸上，看清楚了，这肚子里的野种，我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打掉了。陈冉死死盯着那张单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整个人愕然的僵在原地。与此同时，楼下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并且越来越近。我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陈冉，谢谢你帮我报了上辈子的仇。3年后，我在国外的大别墅里摇晃着红酒杯，落地窗外是延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夕阳的余晖洒在如镜面般的湖泊上，美得像是一场永不褪色的幻梦。算算日子，陈冉也该刑满释放了。3年前那个血腥的午后，我亮出所有底牌，将他彻底激怒。他在那家咖啡馆门口，在那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直接发了疯，开着那辆漆黑的轿车，咆哮着撞向了徐明。徐明那个烂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像一只破麻袋一样被撞飞了几米高，最后重重的摔在水泥地上，当场咽了气。陈冉因为故意杀人被捕，虽然最后靠着家里的背景运作，判了个过失杀人，减刑到了3年，但他在里面这3年，在那方寸之地的铁窗背后，想必过得也不好过。其实早在看到那份亲子鉴定的第1天，我就已经把所有的局都看透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申请，陈冉对我那所谓的照顾，不过是建立在我能为他生下继承人的功利之上，而他能想到的那种拙劣的争产阴谋，那个老王八蛋的大老婆，那种在豪门深渊里摸爬滚打了几10年的狠角色，难道会想不到人家大老婆早就用了更狠更绝的手段，在实验室里搞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孙？所以我干脆越过了陈冉，在这个疯女人还在做着千亿美梦的时候，我直接通过私人渠道找到了那位大老婆。在那间密不透光的会客室里，我们签了一份绝密协议，我当着她的面亲手打掉了那个足以毁掉我一生的胎儿，彻底断了陈冉最后的念想。而作为交换，她给了我一笔天文数字般的丰厚补偿金。我不当任何人的工具，我的肚子更不会成为这帮烂人争权夺利的筹码。这一世，我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在异国他乡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就在这时，我那只为了避开国内纷扰换了3年的手机突然在红木桌面上剧烈的震动了起来。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乱码号码，我的心跳漏掉了一拍，缓缓按下了接听键。听筒里是一片死寂，只有极其轻微的呼吸声，像是某种湿冷的爬行动物。现在过得好吗？那是陈冉的声音，沙哑粗粝，透着一种在监狱里磨砺出来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戾气。听着陈冉的声音，我轻笑了一声，摇晃着杯中的红色液体，抿了一口。当然，这里没有徐明，没有陈家，更没有那个让我恶心的孩子。电话那头，陈冉也跟着笑了一声，那笑声在静谧的别墅里显得格外刺耳，透着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诡异。那就好，言语，其实你那份亲子鉴定我早就看过了。那天你妈受伤，你慌乱中把她踢进了沙发底，对吧？我嘴角的笑容瞬间僵住，握着酒杯的手指猛地收紧，那种被毒蛇盯着脊梁骨的寒意，在3年后的今天再次疯狂地攀爬上来。原来他一直都知道，他一直都知道我在演戏，一直都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紧接着，听筒里传来了陈冉最后的一句轻语：还有，上辈子我也帮你把徐明给杀了。